假设一个生物有2000万个细胞，一次接触了30万个会把细胞杀死的病毒，这个病毒每4年分裂一次，从1个分裂成2个，经过多少年病毒会把2000万个细胞全部杀光？答案需要约。然后呢，随着我再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觉得它确实超过了言论自由的范畴。它的大致意思是说，台湾不听话啊，或者是台湾不回归啊，我就武统你，我就打你。那这个就是彻彻底底的恐吓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看到他有一些影片里面是让自己的小孩，一个女生来说台湾省啊，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些发言，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作为一个家长来说，真的是我都怀疑他的精神有一些不太正常。所有人都想办身份证，所有人都抱着洗人口的目的来住满6年，来住满4年就离婚，再去接一个大陆人过来洗台湾的人口。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我目前的身份其实已经不是全职家庭主妇了，开头的那个口播将来也要换一换。那最近有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事件，大家都在痛打落水狗。其实我最近真的蛮忙的，白天要去上班，下班时间一到立马打卡走人，要赶回来接小孩，还要做晚餐，每天的安排非常紧凑。那前2天在我去上班通勤的路上，有一个记者联系到我，问我最近有没有听到雅雅的事件，问我有没有什么看法。于是我为了配合他的工作，迅速的在捷运上看了一遍稍微跟雅雅相关的一些报道，大概了解了这个情况。那而后呢，那个新闻播出，我发现他当时采访我，跟我通话了5分钟，我所说的话最后只被剪成了2-3句。台湾是言论自由，但是它的内容已经超出言论自由了。他们也是有跟我说，今后说话要小心一点，不能提什么中国台湾省这样的词。可以看出来这个事件其实在新闻媒体方他们的立场也非常飘忽，因为这个事件后续好像有一些层出不穷的详情还在理清当中，所以作为新闻媒体呢，他们也不敢太过于明确立场去站哪一方，所以把我说的很多话都剪掉了。那当时我的原话大概是怎么样的呢？我现在凭着记忆来重新复述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我一开始不清楚这个事情，那我首先听到有一个陆配他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发了一些言之后就遭到了驱逐。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分2头来讲，一个是他的发言具体是哪一些内容，因为台湾是有言论自由的，所以他是可以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说他如果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台湾省，这样的发言我觉得都是属于在言论自由的范畴里面的。当然我知道我现在讲这样一句话非常敏感，肯定会被很多人无脑来喷，但是 I don't care， 我就是一个带种的 YouTuber。 我知道多年以后，如果真的是有长期关注我，甚至在多年以后还看到我的人来回看今天我发的这个内容，我觉得他是可以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所以我第一反应他说了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样一句话就被驱逐出境，我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然后呢，随着我再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觉得他确实超过了言论自由的范畴。也就是他之前好像有一些发言，他的大致意思是说台湾不听话啊，或者是台湾不回归啊，我就武统你，我就打你。那这个就是彻彻底底的恐吓了。你隔壁邻居再不听话的话，我就打你，我就打你全家，就是这样的发言，那确实是恐吓了，已经触犯了法律，对不对？所以我当时跟这个记者说，这件事情要分2头来讲，他当时的发言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说了台湾属于中国，我觉得驱逐出境是不太合理的。那如果他说了台湾不听话不回归，我就武统你，那确实是犯法了，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了，移民署当然有权来制裁你。另外还有一点呢，我看到他有一些影片里面是让自己的小孩，一个女生来说台湾省啊，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些发言，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就是首先小孩子还未成年，相当于他是一张白纸，而你作为家长灌输给他什么，他就会把这个印在白纸上，对不对？拿我们来说，从小到大接受到的都是中国那一方的
对于历史上面的教育，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中国那一套历史教育出来的。所以我在来到台湾以后发现好像有不同版本的历史，所以要自己来判断到底哪一个历史更接近真相。而这个陆配他作为一个父母，自己本身就接受到了所谓的洗脑教育或者是单方面的教育，而他又是可以来接触到台湾这方面的历史的，他却没有去做一个公正的或者说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来灌输给孩子，而让他的孩子接受到跟自己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一样的那一套说法。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不可思议，作为一个家长来说，真的是我都怀疑他的精神有一些不太正常。像我自己以前就说过，我选择在台湾生活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接收到一句古文的教育，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我们在中国又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莫谈国事，所以这两句话在逻辑上是非常相对的，一个是事事关心，匹夫有责，一个是莫谈国家大事。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相对矛盾的逻辑下面，让小孩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对他的成长是不太开明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想让小孩在台湾这边接受一个比较开明的信息环境，他可以接受到各方面的信息，然后他自己来做出判断，到底什么才是更接近真相的历史。那话题回到雅雅这个事件对于移民署的做法是否合理呢？其实我也是存疑的，就是我没有深入了解，但是我大概听说移民署非常快的就做出了决定。我不知道移民署有没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执行的权利，或者是定夺的权利啊，就是如果他真的是触犯了台湾的言论自由，或者是触犯了哪一些台湾的法，那应该是有一个刑法机构给他定罪。那作为一个有罪之人，作为一个触犯了刑法的人，那移民署可以操作将他驱逐出境。而如果没有在提前定罪的前提之下，移民署就把他驱逐出境，这个操作我不知道那我还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我觉得是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也就是它的标题是陆配网红雅雅事件的诸多疑点。它下面是对这件事情提出了几个疑点。第一个是影响社会安定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移民署有强调政府尊重言论自由，但是这个雅雅说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其他理由及迟迟不武统等言论影响社会安定，因此依法进行调查，并将会商相关机关决定处置。那影响社会安定的法律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这一标准是否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政府因社会安定问题惩处个人言论，那么界限在哪里？是否存在扩张解释的风险？它的影响力真的足以危害台湾社会安定吗？那这一点其实跟我初看这个事件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也就是他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影响社会的安定，到底有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那这个界限到底要怎么来掌握？是人治还是法治？是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你哪些话是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还是说我判断你这一句话就是对社会安定存在影响？他提出的第二点是陆配居留资格的矛盾点。那他是通过和台湾人结婚获得居留权，是跟我目前的身份是一样的，长期居留的身份。那取得居留权，然后跟台湾丈夫离婚，甚至回中国再婚，并帮助亲属取得依亲居留。那其实这里存疑的就是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如果是拿居留证，离婚之后他怎么还在台湾，怎么带中国的亲人过来？因为据我所知，如果不换领身份证，我现在是长期居留的身份，如果我跟果果离婚，我现在阶段可以依亲到小孩的身上，但是等他们成年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来台湾了。虽然我可以在台湾生活，可以依小孩的亲，但是我应该没有办法再跟大陆人结婚，并且把大陆人再带过来，因为我不是台湾身份，我只是居留身份。如果大陆人要过来依亲的话，势必你要有一个台湾身份的结婚对象，或者是你有台湾未成年的小孩，才可以来到台湾生活。所以他如果是居留身份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再跟中国人结婚，把中国人带到台湾来，让他的第二任中国籍的丈夫取得台湾居留的身份。那他还提出了呢，就是新住民对言论审查的尺度如何安心？如果政府以言论为由撤销一名新住民的身份，但并非基于经司法审定确定的国安犯罪，
这将导致新住民对言论尺度无所适从，甚至陷入长期的自我审查。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台湾民主自由的国际形象？那其实这一点我上述也有提出过，那就是移民署到底有没有执法权利，还是说雅雅确定已经有刑法机构对他认定了他确实是一个罪犯，所以移民署可以来驱逐他出境进行这样一个操作。而后随着这个事件的引爆，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越来越多，当然其中不乏一些谣言，像我看到的这个就是中配雅雅假结婚带4人来台居留。那因为我自己是居留的身份，所以我对这个流程很熟，所以我上述也说了，她根本没有办法带第2任的丈夫，中国籍的丈夫来台湾居留生活。果不其然，后续就出了一篇报道来辟谣，就是说她之前是用假结婚方式将中国小孩、父母亲、前夫4个人都带到台湾取得居留。那知情官员指出，他3个小孩都是跟台湾配偶所生，且没有外传带4个中国人来台居留情况。所以真的铺天盖地的信息压过来，非常需要一个辨别能力。而且我觉得虽然我的身份确实比较敏感，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大家真的请理性一点。然后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很不理性的假设，假设网上所传的他这样的做法是真的，也就是他先跟台湾人结婚，拿到身份之后跟台湾人离婚，再带一个中国人加入台湾籍，让台湾多一个中国人。假设这样的做法是真的可行的，我就让 ChatGPT 来演算了一番。假设一个生物有2000万个细胞，一次接触了30万个会把细胞杀死的病毒，这个病毒每4年分裂一次，从一个分裂成2个，经过多少年病毒会把2000万个细胞全部杀光？答案需要约24.23年。以上就是演算的结果，所以有一些非常激进的台湾人会说中配拿身份证的年限从6年缩短到4年会洗人口。那大家也看到了，确实会洗人口哦。经过24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人口优势压制台湾，非常可怕哦。24年，我不知道这些激进人士能否挺过这煎熬难熬的24年。当然，这些只是激进人士自己的理想化想法。以一个理性的声音来说，总共在台湾的陆配有30几万，在30几万陆配里面，有多少人确定是要拿台湾身份证的？像我这样的，现在已经是满4年了，再过2年，如果我要拿，是已经可以拿了。但是我并没有想要拿台湾身份证，因为我是一个很实惠、很实际的上海人。拿台湾身份证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可以换台湾的护照，大家知道台湾的护照出国旅游非常方便。那第二就是可以有投票权。其实我这一点还有一些存疑是有投票权还是说有参政权？当然这个其实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非常薄弱。我不知道30万里面有多少会想拿身份证，拿了身份证会想要从政的，这个概率真的低得可怜。那对于拿护照呢，确实是旅游很方便，但是在换身份证拿护照之前，要进行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操作，包括回到中国大陆去出籍做各种手续这样一个过程也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为了拿护照方便去进行那么麻烦的一个流程，还是说省掉那么麻烦的流程，而去进行一些可能相对比较简单的申请签证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台湾的身份，我去申请日本的签证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准备好材料去交过去，好像是2个工作日就能拿到了，因为我已经去了日本2趟。那听说相对中国大陆要办美国签证，在台湾你以一个依亲居留的身份去办美国签证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为了出国旅游去拿台湾护照而去办身份证，所以这30万里面多少人会想办台湾身份证真的是存疑的。所以我就做了刚刚那个大胆的假设，所有人都想办身份证，所有人都抱着洗人口的目的来住满6年，来住满4年就离婚，再去接一个大陆人过来洗台湾的人口，这样的操作非常大胆的假设大家都齐心合力来洗台湾的人口，要经过24年。所以请大家理性一点，不能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能说一个陆配也好，中配也好，他在那里大力鼓吹武统台湾，台湾人就觉得我们这样身份的人都是好战分子，对不对？就像台湾之前一段时间每天新闻里都在报的那个高雄分尸杀人案的嫌疑犯，你也不能说所有高雄人都是这样，对不对？
好了，这一期比较仓促、不太成熟的观点分享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